苏曼，你可真够黑心的！都是亲戚让你办个婚礼，张嘴就要3万，合着逮着自家亲戚就往死里宰是吧？我叫苏曼，做婚礼策划5年，倒贴给表妹策划婚礼，到头来却被诬陷我赚表妹一家的黑心钱。小婷，你这是做什么？做什么？一样办婚礼。邻村爱琴海婚庆15000全包，还放20桌流水席，全套喇叭音响，歌舞表演团队。你凭什么收我3万？小婷，15000的套餐，舞台架子用的是劣质材料，承重不够有危险。20桌流水席用的全是僵尸肉预制菜。你的婚礼主舞台我用的钢管搭承重架，全套专业灯光音响，4名督导全天跟场卡流程，架子材料加人工成本就占了2万。这15000，差的是用料，是安全，是正常婚礼的稳妥。不是我乱加价。什么承重架，什么督导？爱琴行婚庆的舞台我看过，哪样不比这破架子强？没错，办婚礼就是图个热闹喜庆，人家爱琴海庆15000什么都有，还配20斤席面，你这3万连个席面都没有，纯属坑人。表姨，流水席我可以帮您对接村里口碑最好的张师傅团队，给到最优惠的价格，1桌500，明码标价。我不管，我只看总价，15000和3万差一半，你今天必须把价格给我压到15000，还要放20桌酒席。小婷姐，这真的是最低价了，没赚你钱。爱琴海婚庆那种旧架子，去年邻村王家的婚礼就塌过一次，你忘了？你给我闭嘴！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小婷，要不就3万吧。表姐做过那么多场婚礼布置，凭什么3万？她是我表姐，哪怕给我免费办都应该。还想赚我这么多钱，门儿都没有。曼姐，你看小婷，我们刚结婚，手里也没那么多钱，要不你再降点儿？你想降到多少？必须15000，还是原来的配置，把20桌酒席也给我加上。做不了。苏曼，你别给脸不要脸！我的婚礼找你做是看得起你，你要么3万全包，要么这生意你就别做了。迎宾、接亲、敬酒的流程，我熬了好几个通宵排得明明白白，就想给他办一场体面的婚礼。谁知道在他眼里，我反倒成了不讲亲情的人。杜小婷，你不要太过分了。你的婚礼，我跟曼姐筹备了半个多月，跑前跑后，就想给你一个完美的婚礼，你怎么能？杜小婷，你的婚礼我不做了。你说不做就不做，苏曼，你什么意思？故意耍我是吧？钱我1分不少退给你，咱们这单合作到此为止。你去找15000的婚庆，更贴合你的预算。要不是沾着亲戚关系，我根本不会找你办。以后就算我朋友要办婚礼，我也绝对不会推荐你。我再跟你们说最后一次，15000套餐里藏着一堆隐形消费，等你们签完合同就知道了。不用你假好心提醒，人家爱琴海婚庆销售说的明明白白，没有隐形消费，不像你，处处算计自家亲戚。我倒要看看你丢了我的婚礼订单，还能接到什么大？曼姐，不好意思打扰了，之前订的婚庆公司突然跑路了，能不能麻烦你救个场？预算好说，只要能帮我把婚礼顺顺利利办下来就行。好，正好有时间。没别的事儿，我先安排工人撤场了，占着场地耽误你们找的爱琴海进场就不好了。曼姐，咱们熬了3个通宵改出来的婚礼方案，就这么作废了，实在太可惜了。方案虽然作废了，但这套设计思路还能留给其他客户。强求不认可价值的客户做出来的婚礼，双方都不痛快。曼姐，时间太紧了，要不这单别接了吧？接，人家急着救场，信得过咱们，就不能砸招牌。曼姐，可把你盼来了，都是一个村的，客气啥？我先看看场地，心里有数了，咱们再细聊。快喝点水，歇会儿。这满打满算就半天时间，能搭出个像样的样子就行，我们也不挑。放心吧，婶子，差不了。主舞台就搭在正屋前面这块空地上，核心区用真玫瑰配红掌做主饰冠，质感撑得住。舞台边缘用加厚纱木全包边，既显档次，也能挡住后面的钢架，安全还好看。这条过道铺 T 台，两侧用秋乃星搭满天星做路纸，底座全用实铁的。人多挤着也晃不了，稳当。迎宾区设在胶门内侧，绢花混着鲜切花填充，配个签到台摆喜糖，既不丢体面，现货也能凑齐，时间刚好卡得住。曼姐，都听你的，你办事我放心。钱的事你不用有顾虑，该多少就多少，只要婚礼顺顺利利的就行。行，那我现在就订物料，半个小时货拉过来，安装布置全部调试完，误不了事儿。
过分了，他怎么能颠倒黑白造谣？信你的人不用多说，不信的人说再多也没用。他选15000的套餐，好坏都是自己担着，咱们没必要耗在这上面。现在最重要的是把雅行的婚礼办好，比跟人争长短重要。真材实料和糊弄人的往那儿一摆，好坏所有人一眼就能看明白。老板，我的婚礼可就全靠你了。你放心，我可是做过高端婚礼现场布置的，这些都是小场面，1个小时肯定给你搭完，保证跟图片一模一样。听见没？人家可是做过高端婚礼布置的，15000照样有星空有拱泉，到时候拍出来不比你3万的差。我看你那3万全是赚的黑心钱。爱琴海婚庆，他们那场地用品差得很，喷绘布都是旧的，塑料花掉渣，灯光线都老化了，这种东西用上准出事儿。人家客户要的不是好婚礼，是便宜，只要能拍照发朋友圈，管它质量好不好呢？也太离谱了，老化的电线也敢用，万一着火怎么办？这也敢接？我把婚礼时间节点再顺一遍，每个人盯死自己的环节，不能出半分差差。9点半前，所有灯光音响全部调试完毕。10点整，迎宾督导就位，在门口引位递水。11点18分，仪式正式开始，卡准每个环节的时长。新人入场30秒，告白1分钟，交换戒指20秒，敬茶1分钟。超时立刻用音乐轻声引导，绝不能让宾客干等。宴席期间每桌盯一遍，有问题立刻补。下午送客结束，物料清点完再撤场。应急方案都记熟了，设备出故障，30秒内启动备用方案。可真有意思，泼了你一脸水，转头还好意思来蹭经验，脸怎么这么大呢？找婚庆对接，现场这边找人盯着工人搭台，咱们去市场一下婚礼用品。好的，曼姐。小李，这批加厚阻燃纱幔、石铁底座和国标电线，清点完立刻装车拉回村里。舞台纱帽挂之前全部抻一遍，有跳线、抽丝的当场换掉。录音底座每个都要踩一脚试稳，晃的一律不用。苏姐放心，货车就在市场门口等着，点完数直接装车，全程用篷布盖好，保证拉到村里没磕碰。还有主舞台的背景喷绘，只选加厚 UV 材质的，掉色、边缘毛糙的全退回去。雅莹临时找咱们救场，用料和安全标准，半点不能降。明白。苏老板，这批料都是我特意给你留的顶好的货，纱幕是 B 级阻燃的，电线全是国标纯铜，知道你急着用，一早就让人备出来了。多谢张老板费心，回头请你吃饭。客气啥，咱都是老主顾了。对了，我听送货的伙计说，你把你表妹那单婚礼给退了。退了。我说呢，刚才有对母女也来采办婚礼物料，问了石铁底座、阻燃纱帽的价值，摇头说太贵不值当，转头就扎进对面最便宜的摊子了。我顺路劝了2句，说婚礼上用不安全。那姑娘不以为意，说远看都一样，拍照好看就行。个人有个人的选择，咱们管不了。其他的等仪式开场，好坏一眼就见分晓。就冲你这份较真劲儿，客户找你绝对放心。货我已经让人往车上搬了，现在就能走，不耽误你搭台。麻烦张老板了。曼姐，隔壁吵起来了，听着是说舞台架子尺寸做错了，喷绘也是旧的改的，图案对不上。小婷正跟工头闹着。杜小婷那边的麻烦才刚刚开始，15000全包藏了太多隐形坑，根本撑不起他要的场面。曼姐，爱琴涵这边说全包，结果手捧花、胸花、签到本都要我们自己买，好多流程也没人讲，我们都乱套了。现在知道乱了，早干嘛去了？当初好言好语劝他不听，非要贪便宜找山寨婚庆，出事想起找你了，脸也太大。背景架再往左边调2公分，对齐舞台中线，两边纱帽垂下来的长度要一致。曼姐，效果比我预想的还要好。
细节处都很到位，半天时间就能搭成这样，这次多亏你救场，辛苦你了。客气了，都是分内的事儿，主要你也是赶巧了，我刚空下来能接下你这单。不管怎么说，能找你这么靠谱的人，是我的运气。对了，今天婚宴我老公请了周边几个厂子的老板，还有邻村的领导，他们都是看重品质的人。婚礼要是办得顺当，以后你这边肯定少不了合作机会。放心吧，我们会盯好每个环节，保证不会出错。曼姐，这雅寻姐也太好了吧，还特意帮咱们引荐资源，这单可太值了。先把眼前的事做好，别分心。这陈家天天吹嘘娶了个有本事的新娘，怎么婚礼办得这么寒酸？这花全是塑料的，味道真冲。就是啊，你瞅瞅隔壁顾家那院儿，那才是真体面，真是人比人气死我。你听听，都成全村笑柄了。当初让你别长这么虚荣的，你非不听。15000能办出什么好婚礼？这下我跟你爸的脸都丢尽了。待会儿亲戚问起来，你让我怎么说？我那帮生意伙伴都在，以后还怎么谈合作？嗨，那边看着花里胡哨的，纯浪费钱，中看不中用。就是我们小婷会过日子，15000全包，啥都不用管，灯光一打，拍出来照片都一样。各位亲朋好友，吉时已到。首先，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新郎陈伟先生和杜小婷牛屎闪亮登场。小婷，这台子放心，塌不了。孩子看着就悬，两个人一起上去晃得更厉害了，别出事儿啊！小婷，你别动，妈拉你出来！这怎么回事？明明之前试了都好好的。完了，这下全村人都看笑话了，这婚还怎么办？婚庆是他自己找的，孩子是他自己定的，出了事儿跟咱们家没关系。我的天，这也太危险了！幸亏新郎爬得快，当初非要贪便宜找15000的婚庆，现在好了，婚礼办成凶事儿，我看这陈家肯定要翻脸，换谁家也不愿意娶个进门就带灾的啊！陈伟，快拉我上去，我的腿好疼！你疯了！现在上去，后面医药费、赔偿费不全赖咱们身上了？站着别动！真是晦气！好好的婚礼办成这样，我们陈家的脸都丢尽了。话我就撂在这儿，这婚我们陈家不认了，回头就让伟子跟他办离婚手续。你们还是人吗？小婷都伤成那样了，你们说不认就不认。她是你们陈家明媒正娶进门的，明媒正娶，婚礼都没办成，算哪门子进门？婚庆是他杜小婷自己选的，破台子是他自己要踩的，受伤了凭什么赖我们？小婷，对不起，当初我就说找曼姐那个3万的靠谱，你非不听，非要贪便宜。现在搞成这样，我也没办法。音响音量再调小半格。收到，苏姐，音乐节点都对好了，新人一到就能开场。曼姐，隔壁好像闹得挺凶的，听说舞台塌了，人都伤了。咱们盯好自己的场，吩咐门口的人照看好宾客，别让隔壁的混乱冲过来。好。各位乡亲，各位来宾，今天是我女儿雅轩大婚的日子，我心里特别高兴。这场婚礼办得这么顺道体面，我得特别感谢一个人，就是咱们这场婚礼的策划苏曼。半天时间搭出这样的效果，用料扎实，细节周到，是真真正正用心做事的人。当初婚庆临时跑路，我都急坏了，多亏曼姐救场。以后身边朋友办婚礼，我第一个推荐曼姐。哈哈哈哈！不光雅申推荐，我也表个态，以后我们家厂子的年会、婚宴，还有周边几个合作厂的集体喜事，全都交给苏曼的喜满堂婚庆。
好，我们家小婷腿都被你们的破舞台砸伤了，医药费你们必须赔。赔什么赔？15000刨办的婚礼本来就是这个档次，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舞台只保证外观，不保证承重。再说了，是你们新娘自己穿高跟鞋踩得重，能怪我们？我还没找你们赔呢，我那舞台钢架都摔变形了，喷灰也扯烂了，算下来得2000块，你们赶紧赔我。医药费花了小几千，现在反过来还要补舞台钱，里里外外搭进去不少，婚也黄了，还成了全村的笑柄。苏老板，我们就信你的手艺，我堂弟下个月结婚，也定你家了，多费心啊！放心吧，肯定给你们办得妥妥当当。当初如果苏曼肯15000给我办婚礼，我就不会找山寨婚庆，就不会摔断腿，更不会被陈家退婚。都是苏曼的错，是他见死不救，是他故意抬价看我笑话。苏曼，今天咱们老家一大家子人都过来，必须把小婷婚礼塌台的事儿说清楚。表姨，店里现在还有预约客户等着，这么多人围在这里影响正常营业，咱们去会客室单独说行不行？单独说有什么用？今天所有亲戚都在场，正好给大家评评理。苏曼，当年你家里出事，我们整个家族都伸手帮衬你们母女，这份情分你不能忘。现在小婷腿都摔断了，你不能不管。当年你们接济我几顿饭，帮着看了几次家门，这份人情我一直记着。从我开年过节上门送礼，谁家办喜事都主动让利，私下帮衬的不算少。你们还想怎样？各位长辈，关于婚礼舞台坍塌，那是因为杜小婷自己图便宜找的山寨公庆，和苏曼姐没有半点关系。一个打工的别插嘴，我们跟苏曼聊家事儿，轮不到外人说话。表姐，我住院花了快3万医药费，婚庆老板还让我赔舞台器材钱，加起来小10万，陈伟直接把我拉黑了，婚也离了，我现在真的走投无路。当初我给你报的3万套餐，用的是实木板加加厚钢架舞台，安全有保障。是你自己一口回绝，非要选15000的山寨婚庆，选最便宜的薄教轮板台子。这个选择是你自己做的。要不是你不肯15000给我们办，小婷怎么会被逼着去找便宜婚庆？归根结底全是你的问题，这笔钱你必须承担一半。这么多亲戚堵婚庆店，看样子是闹了不小的矛盾。听这话意思是表妹办婚礼台子塌了摔断腿，怪做婚庆的表姐。天杀的苏曼啊！我闺女在你手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躲在店里装死人。今天你不给个说法，我就坐这儿不走了。大家都来看看，这店里的老板连自己亲表妹的婚礼都不上心，用烂台子害我侄女摔断了腿，这种黑心店就该关门。各位，这里是商业场所，请你们不要聚集拍摄，影响我们正常营业。你不帮我，我就去法院起诉你，所有医药费、赔偿费都要你出。既然讲道理行不通，那我直接联系我的律师过来，咱们拿着全部书面证据当面谈。你还找律师？你这是打算跟自家亲戚撕破脸皮？苏曼姐，好几个预约客户看到门口围观的人都发消息说要取消订单，今天不给我一个满意答复，我们一家人就一直守在这里不走。请坐。这份报告是第三方安全机构出的，写的明明白白，坍塌原因是山寨婚庆用了不达标的薄教板，钢架偷工减料，承重不够，和我的工作室没有任何关系。白纸黑字还不是人写的，有钱就能找人改，谁知道你是不是私下打通了关系？这份鉴定报告可以在官网输入编号核验，不存在篡改的可能，各位长辈随时可以查。什么报告不报告？我们只知道小婷当初是想找你办婚礼，是你狠心拒绝，才落到今天这个下场。表姐，我也不要求你全出，你拿5万块帮我周转一下，我以后打零工慢慢还给你，行不行？这件事本身不需要我承担任何责任，我没有义务出钱。你开这么大一家店，一场婚礼就赚好几万，跟我们说拿不出5万，这话谁能信？要是你不肯出钱，那我们这些亲戚就每天都来店里坐着，什么时候你松口，我们什么时候离开。各位长辈，今天已经有3组客户看到围堵直接退了定金，我们店每天亏损的订单金额不是小数目，损失订单是你自己造成的，谁让你不肯帮亲戚，活该少挣钱。张律师，麻烦你携带全有沟通记录、监控备份文件，尽快来我工作室一趟，这边有亲属持续闹事，需要你到场协助处理。你听听，他真要找律师对付我们一家人，一点亲戚情面都不留。大家都过来评评理，有钱的婚庆老板眼睁睁看着自家表妹摔断腿负债，半点不肯帮忙。
只要律师一来，事情只会闹得更大，到时候看苏曼怎么收场。苏曼，我已经把双方所有微信聊天记录、门店监控录像、舞台安全鉴定书全部打印整理完毕，证据链条完整齐全。文件属于证据材料，不能随意触碰抢夺。你花钱请律师过来针对自家亲戚，这事儿传出去，所有老家亲戚都会戳你的脊梁骨。你就是苏曼请来的律师，我们跟苏曼谈家事，外人没有资格插手。我受苏曼委托处理门店被恶意围堵、恶意抹黑的纠纷，这里所有材料都具备法律效力，在场所有人都可以翻看核对。我把这些全部拍下来，发到家族群和短视频平台，让所有人看看你是怎么请律师逼迫亲戚。店内无死角监控，你恶意拍摄围堵门店的画面全部完整记录，后续都可以作为侵权证据提交。这份官方文件明确标注，婚礼现场坍塌的舞台为杜小婷自主选择的廉价干舞板材质，钢架承重不达标，施工也是捎债新庆工作人员完成，和苏曼工作室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报告都是你们自己胡编乱造的，凭什么一张纸就断定全部责任？我现在可以当众播放完整监控视频，还原从杜小婷上门压价、拒绝安全舞台方案到自行签约山寨婚庆的全部过程。监控视频也是可以剪辑修改的，都是假的。苏曼，监控设备原始存储 U 盘全程封存，没有经过任何剪辑篡改，随时可以鉴定真伪。律师都带全套证据过来了，看样子是表妹这边理亏。就算有证据又怎么样？线上还有短视频平台，我们照样能讨公道。15000做全套，实木舞台成本都不够，真的不安全。这已经是亲戚家，我真的没赚你钱。原来当初苏曼真的给过优惠，还劝我台子不安全，是小婷自己执意不肯。假的，视频只是记录片面画面，不能代表全部前因后果。法律层面可以100%判定，舞台坍塌事故责任归属杜小婷自主选择的婚庆团队。听完整段对话，从头到尾都是表妹想贪便宜，出事之后反过来赖表姐，实在说不过去。人家开婚庆店也是辛苦赚钱，凭什么要赔本给亲戚用安全材料啊？证据摆在眼前，确实是小婷自己做错了事，我们也没必要继续留在这里为难苏曼。就算是我选错婚庆，要是苏曼当初愿意便宜点帮我，我根本不会走到这一步。线下我们说不过你，线上短视频平台还有无数网友，我们可以发视频把整件事说出去，到时候看大家偏向谁。如果你们发布断章取义的抹黑视频，我们会直接提交全部完整证据向平台投诉，追究诽谤侵权责任。工头手里有当初争执的零碎视频片段，花钱让他剪辑一下，肯定能煽动网友同情我。后续如果你们线上发布不实内容，我们会直接发送律师函追究民事赔偿，所有证据我都会完整留存。线下围堵解决不了问题，线上造谣只会给自己增加更多法律责任，希望你们好好考虑清楚。咱们线上见，到时候全网网友都会知道你冷血忘妻。你找我过来是打算怎么处理之前店里拍的那些零碎视频？你把这些片段剪辑一下，删掉我主动要便宜台子、拒绝安全方案的画面，只留下我和苏曼争吵的镜头。配文就说苏曼记恨我，故意换劣质舞台害我摔断腿。这属于歪曲事实。要是苏曼拿出完整监控举报，我账号会被平台封心，还要承担侵权处罚。这里是2000块现金，当做你的剪辑酬劳。只要视频能发酵出圈，后续我再给你加钱。行，我今晚熬夜剪辑，明天一早发布同城流量短视频，文案我帮你写的足够博取网友同情。视频里一定要穿插我受伤的照片，多强调我现在欠着医药费，婚也离了，全部都是苏曼一手造成。发布之后，你多转发本地交友群、同城论坛，尽量让更多同城网友刷到这条视频，最好能有人主动去苏曼店里声援我。放心，我认识不少本地自媒体，剪辑完我联系他们帮忙转发扩散，流量绝对能拉满。只要这条视频能网暴苏曼，逼他妥协承担我的医药费和赔偿，后续我不会款待你。只要全网网友都指责苏曼冷血，他迟早会松口出钱帮我填平窟窿。明天早上8点准时发布视频，
你同步开直播卖惨，双向引流效果更好。苏曼，这次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这批红玫瑰和夏乃馨提前1天运到村里，现场搭建团队提前半天进场彩排灯光流程，不能出现任何延误。苏曼姐，你快看同城刚爆火的一条短视频，是杜小婷找人剪辑发出来的，通篇颠倒黑白，说你故意换劣质舞台报复他。我现在整理全部完整证据，你第一时间通知张律师留存这条视频全部素材，不能任由不实谣言发酵。短短半小时，这条造谣视频播放量已经突破10万，评论区全是网友指责苏曼姐。苏曼姐，短短2小时，这条视频同城播放量快30万了，评论区一堆不明网友跟风骂你。我一早安排你对接的客户，有没有发来退单消息？5个已经付定金的客户都说暂时不考虑咱们家，担心网上说的事儿是真的，怕婚礼出安全问题。我刚刷同城刷到这条视频，我爸说可以调动厂里的公关同事帮忙下架这条造谣内容。先不用麻烦你们，证据我们手里齐全，等全部素材整理完毕，我们自己发布澄清内容更有说服力。各位网友，我就是视频里被表姐更惨的新娘，一场婚礼不仅摔断了腿，未婚夫直接跟我断绝所有联系，还欠了一堆医药费。直播间在线人数破5000了。你再多说几句苏曼仗势欺人的话，流量还能再往上冲。我当初只是想让表姐给我便宜点办婚礼，她因为我不肯多出钱，就故意推荐劣质婚庆害我。大家看，这是医院的正式缴费单，好几万呢，全是杜小婷需要独自承担的费用。我一个普通女生，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苏曼手里有钱有资源，却半点不肯心软。有自媒体想专访我，明天过来拍摄，正好能再扩大传播范围。多接受采访，把故事讲得再委屈一点，到时候苏曼的工作室客源直接彻底断掉。只要网友持续网暴苏曼，他迟早会妥协出钱帮我填平窟窿。现在大大小小10几家自媒体都转发了那条断章取义的视频，全都只站在杜小婷那边指责你。通知张律师，同步收集所有自媒体造谣截图、直播录屏，全部留存作为后续起诉证据。好多客户私下问我视频里的事是不是真的，解释起来根本没人愿意相信。再等1天，等所有证据整合完毕，我们一次性全网澄清，不用跟谣言逐条争辩。有人在短视频定位下面组织线下集合，说明天上午组团来门店讨要说法。我现在联系安保公司，明天增派2名安保人员值守门店，避免现场出现肢体冲突。出来给我们一个说法，为什么故意用劣质舞台害表妹摔断腿？心肠太狠了！苏曼姐，这群人堵在门口快半小时了，路过的村民全都停下围观，周边商铺老板已经过来投诉扰民。物业您好，麻烦安排工作人员过来协调一下门店门口聚集的网友，影响整条街区正常经营。明天去苏曼门店声讨的网友一定要注意安全，苏曼人脉广，很可能会找人阻拦大家。大家明天多拍视频留存证据，把苏曼冷漠自私的样子全部发到网上，让他彻底做不下去婚庆生意。先靠直播打赏赚点钱，至于工头和供货商的欠款，等逼苏曼赔钱之后再结清。今天直播打赏收入快1500了，只要持续煽动网友，咱们不愁拿不到钱。外面聚集的网友不肯散开，一直拍门吵闹，周边商户纷纷投诉噪音扰民。你们这边能不能暂时关闭线下接待？小夏，立刻发布门店临时闭店通知，所有线下预约客户转为线上视频沟通，线上咨询通道全天开放。公告已经发出去了，不少客户看到闹事人群，直接申请全额退还定金。我已经让律师整理好全套澄清素材，后天一早全平台同步发布，到时候所有谣言不攻自破。要是明天网友还持续围堵门店，我们只能联系辖区派出所到场处理。辛苦物业这边帮忙维持秩序，我们全程录像取证，不会主动和围观网友发生争执。这群人完全被杜小婷的短视频误导，根本不知道完整事情经过。等完整证据公之于众，大家自然会看清真相。门店原始监控、报价单对比、舞台安全鉴定报告、
全部无剪辑备份，官网核验截图也一并导出。顾小姐联合10几位老客户录制佐证视频，全部愿意公开转发澄清内容。所有杜小婷发布的不实短视频、直播卖惨内容全部留存，作为后续诽谤起诉的证据。明天上午9点，统一发布澄清长视频，覆盖短视频、本地论坛、家族微信群多个渠道。苏曼靠着村里的关系垄断婚庆市场，嫉妒我婚礼办得体面，才故意找人弄坏我的舞台。今天直播打赏2000多，不过我之前帮你剪辑视频的2000酬劳，你该结算给我了。等我拿到苏曼赔偿我的钱，一次性把酬劳给你。现在手里资金全部用来垫付医药费，暂时拿不出现金。当初说好剪辑完成立刻结算，你不能一直拖着不给。早知道你拖欠酬偿，我当初不会帮你剪辑造谣视频。明天我直接把剪辑原始资料发给苏曼那边。别冲动，等澄清视频发布之前，我一定把钱转给你。我只给你1晚时间，明天早上见不到转账，我主动联系苏曼提供证据。视频已经剪辑完成，字幕、证据截图全部嵌入画面，没有遗漏任何关键信息。定时发布设置完成，明天一早不用手动操作，系统自动推送。临时谣言不会耽误项目推进。明天澄清视频发布后，一切恢复正常对接。这条视频发出去，全网网友就能看清杜小婷全部谎话。谣言只会短暂影响生意，完整证据摆在大众面前，是非对错自有分辨。苏曼姐，视频发布10分钟，播放量破20万，评论区风向彻底变了。完整看完监控才知道，原来是表妹非要贪便宜选烂台子，出事之后颠倒黑白造谣。安全报告清清楚楚，他台和苏曼没有一点关系。之前盲目跟风骂人，特意过来道歉。全程见证苏曼专业严谨，所有谣言均为不实捏造，完整证据可供所有人核验。等证据都放出来了，别再继续撒谎同情了。自己选劣质舞台摔断腿，反过来网暴亲表姐，太让人不齿了。大家不要轻信苏曼单方面放出的视频，全部都是剪辑修改过的。昨天我去门店围辖，看完完整监控才明白从头到尾都是你的问题。今天特意过来跟苏曼道歉。怎么会这样？完整视频发出去，所有人都不会再同情我了。平台正式下发处罚，永久封禁杜小婷所有短视频账号，留存全部造谣素材，移交我方律师。账号封禁只是第一步，后续律师会跟进诽谤侵权赔偿流程。之前退单的5位客户全部发来消息，想要重新预定涨期，还主动为之前的质疑道歉。公道自在人心，完整证据会替我们证明一切。杜小婷发布不实视频，煽动网友线下围阻门店，造成工作室订单流失，名誉受损。我们主张侵权赔偿5万元，叠加医药费和舞台器材赔偿。杜小婷现在背负10几万的双重债务。律师函正常邮寄送达，一切按照法律流程推进，不会主动私下和解。咱们的澄清视频登上同城热搜第1，镇里文旅办负责人刚发来消息，约定下周签订全年乡村集体婚礼合作协议。苏曼要起诉我造谣诽谤，还要赔付5万块侵权损失。我现在再去工作室找苏曼求情，求他撤销起诉。10几万债务压下来，我们母女根本扛不住。之前帮你剪辑视频的2000酬劳还没结清，现在我账号被封，婚庆客源大幅消失，你还要额外赔偿我的损失。我现在连医药费都拿不出，根本没钱给你结算酬劳。3天之内结清欠款，不然我直接拿着原始剪辑素材联系律师一并起诉你。咱们现在立刻去工作室，放下身段求苏曼撤诉，只要他肯松口，让我做什么都行。村口花海婚礼的搭建团队全部进场，花艺、灯光、舞台道具全部验收完毕，拍摄样板宣传视频的时间已经敲定，分店选址已经完成，下个月启动门店扩张招聘，扩充花艺、设计、接待岗位。苏曼，求你行行好，撤销起诉吧！小婷现在背上10几万债务，腿还没好利索，这辈子都翻不了身。当初线上造谣，线下煽动网友围堵门店，所有损失都是你们自行造成的，法律流程不会随意终止。我知道错了，以后再也不会抹黑你的工作室，能不能放过我这一次？当初你们不听劝阻，持续造谣闹事，现在道歉已经弥补不了工作制的损失，情分早已在一次次围堵、造谣、颠倒黑白的过程里消耗殆尽，一切交由律师对接沟通。杜小婷走投无路之后，大概率还会想别的歪门邪道。
咱们后续一定要多加防备。苏曼女士，我是国际高定婚礼设计大赛的对接专员，今天专程过来给你递送官方参赛邀请函。辛苦您特意跑一趟，我之前只在行业新闻里看过这场赛事，没想到组委会会主动邀约我。顾家那场星河婚礼全网出湍，全球评委都看过你的现场落地视频，组委会内部全票通过邀请名额。这场大赛的冠军奖励是什么？我听说业内好多设计师抢着报名，冠军直接拿下全球12家5星连锁酒店独家婚礼合作权，还有100万设计研发奖金，作品会登上国际婚庆艺术期刊。我愿意参赛。麻烦你留下赛事材料清单，我这边立刻安排团队筹备原创参赛方案。下周赛前沟通会在国际会展中心举办，记得带好过往作品版权证书到场核验资质。没有其他事宜，我先去拜访下一位参赛设计师，后续对接微信联系。咱们现在手里海岛婚礼、文旅集体婚礼订单已经排满，还要抽时间做参赛设计稿，人手会不会不够？立刻启动招聘，新增2名专职设计助理，3名花艺专攻。所有客户订单分批次错峰对接，优先保障大赛原创方案创作。我现在就发布招聘公告，同时把所有高端客户档案整理加密存放，单独上锁保管。诽谤赔款，马姐的剪辑酬来，好几笔债堆在一起，再拿不出钱，法院就要查封东西。雅尚婚庆诚聘助理，有行业纠纷、熟悉头部设计师内幕者优先面谈。林娜一直跟苏曼作对，我手里一堆能打压苏曼的资料，拿过去当投名状，说不定能换稳定工作，还能让她帮我还债。明天一早就去雅尚婚庆找林娜面谈，只要能拿捏苏曼，我所有债务都能解决。床边那位是本次大赛特邀主评委陆泽燕，国际顶尖空间美学设计师，眼光格外严苛。之前只看过陆泽涵的海外建筑作品，今天才算见到本人。繁星落入凡间，落地细节很有巧思，值得重点关注。曼姐，所有参赛资质证明、过往作品版权证书全部整理完毕，下周沟通会直接带这套资料过去就行。好，参赛方案全程原创，所有花材装置全部选独家限定款，不能和市面上任何婚庆设计状态。整套设计核心是海面星光与潮汐流动结合，你注意极光玫瑰不能出问题。我联系了荷兰花艺供应商，专属极光玫瑰赛事期间全程冷链空运，不会出现变质问题。那天酒会碰到大赛主评委陆泽莹，不知道后续沟通设计理念会不会有机会交流。等赛前沟通会就能正式碰面，到时候您可以向他请教往届大赛的打分侧重点。记住，所有未完成赛手稿每天下班统一锁柜，任何人无我的允许不能私自翻看。好的。你就是投递应聘消息说手里有星梦婚内幕的求职者，这些全是我和苏曼打交道留存的资料，网上造谣视频、偷拍高端客户名单，我全都保存完整。我嫉妒苏曼很久，她手里资源、口碑全部压过雅尚，这次国际大赛是打压她最好的机会。我现在外面有欠债，只要你能帮我全额结清欠款，苏曼任何设计资料、客户信息我都能搞到手。我录用你做专属外勤助理，只要大赛现场彻底毁掉苏曼名声，你所有欠假我一次性转账结清。咱们现在定好具体怎么做，我什么都愿意配合。提前仿制一份相似初稿，大赛当天放出，对外声称苏曼抄袭我的原创方案。这个办法可行，我可以借着行业交流名义混进星梦展厅，偷拍完整参赛手稿。原来酒会偶遇的男士就是本次大赛主评委陆泽忍，之前完全不清楚身份，还好今天过来参加沟通会，不然见面都认不出。我看过你顾家星河婚礼的全套落地资料，光影与花玉的融合设计很有个人特色。感谢您认可我的作品，这次参赛全新创作星与潮汐主题，还希望后续能得到您的专业指点。往届大赛很多设计师容易忽略装置承重与花材保鲜2个漏洞，你筹备阶段多留意这2块。后续设计有疑问可以微信联系我，我有空会及时回复。太感谢您的提醒，我回去立刻安排团队检查装置安全标准。所有外来参观人员需要登记姓名与所属公司，麻烦配合一下。我是雅尚婚庆外派参观员工，只是简单看一下样板，不用单独登记吧？
工作室统一规定，外来行业人员必须登记信息，这是安保流程。有前台拦着，根本拍不到完整参赛手稿，只能等琳娜再想别的办法。这种模糊边角素材完全没用，必须拿到完整全套电子手稿才能坐实抄袭指控。星梦展厅有人登记管控，根本靠近不了核心设计区，很难偷拍高清原图。星梦每晚7点半安保换班，中间有10分钟监控盲区。你今晚趁空电潜入办公区，盗取存放手稿加密 U 盘。办公区还有24小时楼道监控，就算换班也会留下拍摄记录，容易当场抓包。微型摄像头我给你升级无闪光款，只要快速拿到 U 盘立刻撤离，不会留下直接证据。今晚务必完成任务，错过筹备窗口期，咱们的抄袭圈套就无法落地。所有手绘电子稿全部完成双重版权备案，就算手稿外流，咱们也有完整时间证据。参赛 U 盘交由你专人保管，每日下班锁进双人密码保险柜，需要取用必须2人同时在场。保险柜只有我们2个人知道密码，不存在私自取出的可能。陆泽衍发来的建议很实用，我们明天重新核算整套水晶装置的承重数据。我通知搭建团队负责人一早过来复核所有舞台结构，杜绝安全隐患。多亏大赛评委提前提点，能避开很多参赛失分问题。侧门全部上锁，根本没办法进入办公区，盗取 U 盘的计划行不通。办公侧门全部上锁，安保换班空档也进不去，拿不到加密 U 盘。盗取手稿的方案作废，更换2套同步陷阱。大赛当天同时实施。具体要怎么操作，我全部配合执行。第一，你混入赛事后勤志愿者队伍，后台调换苏曼参赛专用保鲜花材，让展示花艺现场枯萎。第二，赛事直播同步放出伪造抄袭对比图，自媒体集体带节奏。这份仿稿我改了日期，到时候提交组委会，佐证苏曼抄袭我的作品。赛事志愿者招募还在进行，我明天就能报名拿到后台通行证件。拿到通行证，第一时间和我报备。所有物料调换的工具，我提前给你准备好。苏曼老师，整套水晶舞台承重全部重新核算完毕，最大承重符合赛事安全标准，不会出现坍塌隐患。大赛现场灯光温度偏高，所有花材配备独立恒温冷藏柜，后台24小时控温存放。知道了，曼姐，冷链运输车已经预定，比赛前一天凌晨将全套花艺装置统一送往会展展厅。陆泽衍之前提醒过花材保鲜问题，咱们这套恒温存放方案刚好对应规避风险。我带团队后天提前进驻会展后台，完成全部装置预组装。本次志愿者主要负责后台物料搬运、展品辅助摆放，比赛全程不能随意触碰参赛设计师专属展品。我之前做过婚庆后勤，搬运、整理物料都熟练，绝对不会乱动参赛展品。凭这张卡可以自由进出全部参赛后台展区，妥善保管，不要遗失。拿到后台通行证，调换苏曼花艺的计划就能顺利实施。苏曼，你等着出丑吧！志愿者通行证已经拿到，比赛当天我能单独进入所有设计师后台存放区。大赛后台冷藏柜，苏曼会存放进口鲜花，你趁无人的时候把鲜花替换成这批劣质花束，上台展示时立刻失水枯萎。调换完成之后，我直接撤离后台，不会留下任何和我相关的痕迹。赛事现场，我联系10几家同城自媒体，苏曼展品一出问题，全网同步推送抄袭、用料劣质、双份黑料，全部提前沟通好爆料报酬，只要现场拍到枯萎花艺，立刻统一发布图文视频。2套陷阱同步落地，苏曼这次大赛名次和口碑都会彻底毁掉。刚才那个领取志愿者证的女士，
频繁在星梦展区外围徘徊，多安排工作人员记录他全部后台行动轨迹。我立刻安排2名公证人员全驻后台，全程录像，留存所有展品调换相关证据。大赛后台人员混杂，务必安排专人24小时看守参赛花艺与装置。曼姐，咱们所有参赛展品、花艺手稿全部锁进专属冷储藏间，钥匙我随身携带。每隔1小时安排专人过来巡查一次，任何人没有我的许可，不能单独靠近储藏柜。明白。我和另外2位同事轮班值守，3餐轮流替换，不会出现无人看管的空档。大赛后台人员复杂，陆泽衍特意提醒我多加防备，咱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我已经打印好值守排班表，贴在储藏间门口，每一次巡查都签字登记。储藏间只有1名值守人员，等对方去洗手间的空档，我就能完成花艺调换。等苏曼上台展示展品的时候，你们同步发布2套爆料内容，1套抄袭对比图，1套花艺劣质实拍视频。放心，我们团队全程在观众席前排拍摄，只要展品出问题，素材1秒上传同城平台。提前帮我们把文案写好，流量起来之后，我们还能追加推送，扩大传播范围。这是我的原创手稿，时间线比苏曼版权登记日期更早，组委会看到一定会取消他参赛资格。2套黑料同时放出，双重打击之下，苏曼这次在业内彻底抬不起头。我安排公证人员全程驻守后台，只要有人触碰你的参赛展品，监控会同步传输到评委休息室。多亏你提前提醒，我的团队已经做好24小时轮班看守，不会给外人可乘之机。国际高定婚礼设计大赛正式开幕，请各位参赛设计师依次上台展示参赛作品。这就是拿金奖热门选手的展品，花全都蔫了，看着廉价的离谱。花材都烂成这样，还好意思来参加国际大赛？怕不是拿次品糊弄评委？请现场工作人员临时管控，组委会马上到场处理争议展品。现场收到10名书面投诉，雅尚婚庆琳娜指控你全套星宇潮汐设计抄袭，同时展品物料存在严重品质问题。按照赛事规则，现在要求立刻下架全部展示装置。我整套花艺全部24小时恒温冷链保管，后台有专人每小时轮换看守，绝对不可能出现大面积变质，这里面一定有人动手调换。立刻携带取证记录仪、密封物证袋前往后台，所有变质花剩余原装鲜花全部封存流量，任何人不得触碰改动。我们现在立刻动身，同步调取场馆全部出入口人脸识别记录，锁定这名志愿者全部行动轨迹。还要导出林娜下午进场和杜小婷私下碰面的走廊监控，一并归档留存。这份仿稿文件底层修改记录全是人为篡改，真实创建时间就在3天前，比苏曼版权登记日期晚了整整2个月。先不要下达任何处罚通知，带着全套完整物证去主舞台，当众还原全部真相，避免全网片面舆论发酵。公证人员已经调取完整调换花卉监控录像，请配合我们前往组委会办公室接受问询。我只是正常帮现场搬运道具，从来没有动过任何参赛设计师的展品，监控肯定拍错人了。
画面清晰拍到你独自携带劣质花茹进入专属储藏间，一手替换原装花艺，全部操作没有遮挡，证据具备完整法律效益。大家快看，这是我半年前完成的原创手稿，苏曼完全照搬我的创意参赛，还拿劣质花材糊弄赛事，必须全网曝光他的真面目！家人们快看10批证据，顶流婚礼设计师抄袭，展品还偷工减料，这种人不配拿任何奖项。我已经编辑好爆款文案，现在直接一键发布同城热门板块，保证半小时冲上热搜。这种三流的设计师还想站上舞台，大家都来抵制他！各位，请不要听信他的一面之词，证据就在眼前。这段监控不能当做有效证据，是场馆后期剪辑伪造出来的。整件事和我雅尚婚庆没有半点关系，全是杜小婷个人自作主张。这里有林娜给杜小婷发放酬劳的转账流水，聊天记录清晰写明，只要毁掉苏曼参赛名次，就全额结清杜小婷200多万所有债务。不是我干的，所有计划全是林娜一手策划。她嫉妒苏曼的设计名师，让我混入赛事调换欢会，制造展品事故，还提前写好黑料，让自媒体全网造谣。2份物证同时佐证：一是林娜仿稿电子底层篡改记录，2是完整策划调换展品的监控与转账证据，恶意构陷破坏赛事的全部事实清晰完整。从我顾家婚礼出圈开始，杜小婷就多次造谣围堵我的工作室，背后一直有林娜暗中扶持式策划。今天所有事情全部真相大白。刚才收到组委会工作人员通知，再继续发布不实爆料就要追究诽谤责任。完整监控已经全网流出。现在评论区全是指责我们帮林娜恶意造谣的网友。林娜给的酬劳还不够支付平台违规罚款，这次完全得不偿失。小夏老师，备用花材同样全程冷空运、恒温存放，展示效果和原始展品完全一好致。，所有破损被调换的花艺全部封存，作为后续起诉林娜、杜小婷的物证。不用担心，整套星宇潮汐的创意、工艺、人文内核，在所有参赛作品里都是顶尖水准。这只是个小插曲。谢谢你。如果不是你提前安排公证人员全程监控取证，这次大赛我的口碑会彻底被毁。你的作品非常优秀，不应该被破坏。大赛颁奖晚宴结束之后，我能单独约你共进晚餐吗？本届国际高定婚礼设计大赛金奖获得者苏曼，参赛作品《星宇潮汐》。你的设计兼具温柔浪漫与严谨工艺，实至名归。这次能够顺利拿下奖项，离不开你的提醒与帮助。林娜，你的雅尚婚庆将永久禁止参与国内外所有婚庆设计赛事，同时需要赔偿本次大赛物料、名誉损失共计12万元。我不服这个判定，整件事的主要操作者是杜小婷，不该由我承担大额赔偿。完整聊天、转账、监控证据全部留存，策划主导人为林娜，所有法律赔偿由你先行支付。杜小婷，酒店损毁赔偿、诽谤侵权、窃取商业机密、恶意破坏赛事多重案件合并开庭审理。我现在没有任何存款，根本无力承担叠加后的全部债务。恭喜你取得这次大赛的大奖。多亏了你为我做这么多，还不知如何答谢。答谢就不必了，我手上有海外3座海岛的独家婚礼场地资源，想和你联合打造跨国高定婚礼系列。好啊，我工作室刚好拿下全国连锁酒店独家合作，跨国项目能够实现双向资源互补。等你的第2家分店开业，我们企业的集体婚礼优先和你签订长期合约。你的设计融合乡土特色与国际审美，是本市文旅产业标杆项目。顾家全球12家酒店的婚礼业务，全部独家交由苏曼婚庆工作室全权负责。新店花艺、设计、接待团队全部配齐，跨国项目筹备小组已经组建完毕。接下来，一边推进国内政企婚礼订单，一边和陆泽演对接海外海岛项目。林娜需赔付大赛损失、苏曼名誉损失合计15万元，杜小婷总欠款238万，名下资产进入查封流程。我现在一无所有，
就算想弥补过错，也没有任何办法。下周我们一同飞往海外，实地测量场地尺寸，敲定跨国婚礼第一套原创主题。好，我已经安排设计团队提前查阅当地人文风情，保证设计兼顾东西方审美。往返行程、海岛住宿，我全部安排妥当。我们还可以顺路走访当地花艺工坊。这次跨国合作对我们2个人的设计事业都是全新的突破。大赛得奖就是不一样，新店开业才半天，预订婚礼的客户已经排到明年下半年，客源完全饱和。我把咱们所有证据全部2次公证完毕，明天上午9点正式开庭。林娜和杜小婷那边已经收到法院传票，不会缺席。折腾这么久，总算能把整件事完整交给法官评判了。光大赛现场调换展品这一件事，证据链就完完整整，更别说他们联手伪造抄袭稿件，破坏海外花材订单。明天我会作为行业证人出庭，国际大赛组委会也给我开了书面证明，能佐证林娜一直刻意针对你。有你和张律师帮忙，我心里踏实不少。等官司结束，我打算请你去新开的花艺会廊逛逛。好，我一定不会缺席。明天庭审流程我跟你们捋一遍，法官问问题的时候，咱们只客观陈述事实，不用带多余情绪。林娜大概率会把所有责任推给杜小婷，2个人当庭互相拆台是预料之中的事儿。当初我们帮助苏曼，现在她一点情面不留，把小婷逼到要上法庭。妈，全是苏曼的问题。要是她当初免费给我办婚礼，我根本不会走这些弯路。明天开庭我也要去听听，看看法官到底怎么判。要是结果不公平，我总得想办法讨个说法。现在正式开庭，原告律师陈述诉讼请求，逐一出示相关证据。法官，我方要求林娜赔偿商业侵权、恶意破坏赛事、干扰海外供应链造的经济损失42万元。杜小婷协同作案，2人共同承担全部诉讼费，同时永久禁止林娜从事婚庆相关行业。被告人林娜，原告提交的证据你有没有异议？所有主意都是杜小婷自己想出来的，我只是心软听她诉苦，压根没指使她去做任何事，不能什么锅都扣在我头上。当初是你承诺帮我还清200多万欠款，我才答应去调换鲜花，自媒体报告改设计稿全是你教我的，现在想全部推给我。我是本次国际大赛主评委，全程见证2人联手构陷原告，录音监控全部可以佐证他们是共同谋划，现有证据能够形成完整证据链。本案休庭1小时，合议庭统一评议后当庭宣判。但凡法官向着苏曼半分，我绝不会忍。小婷受的委屈不能就这么白白吞下去。休庭评议结束，全体起立。现在当庭宣判。经合议庭审理查明，被告人林娜主观恶意明确，长期针对同业左为者苏曼，策划抄袭原创设计，伪造电子稿件，指使他人损毁赛事展品，恶意破坏跨境商业供应链，构成不正当竞争、商业侵权多项违法行为。现判决如下：林娜赔偿苏曼经济损失共计42万元，纳入全国婚庆行业黑名单，终身禁止从事婚礼策划、空间设计、婚庆配套相关一切行业。被告人杜小婷明知自身行为违法，仍受他人指使，私自调换参赛高定花艺，泄露商业客户资料，公开造谣抹黑同业人员，造成赛事秩序混乱，原告名誉严重受损。杜小婷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即刻收监羁押。凭什么判我坐牢？从头到尾我都是被逼的。如果不是苏曼太绝情，当初我只是想要一场幽会婚礼，他迫不及逼死抓着不放，我根本不会欠债，不会做错事。你欠债是因为自己挥霍透支，你违法是自己主动选择，从来不是我逼你。都是苏曼太狠心了，一点情面都不留。法庭禁止喧哗，被告人当庭认罪态度恶劣，依法维持原判，即刻执行收监。我不服，都是苏曼害的我没有错。
终于尘埃落定，所有委屈和抹黑都帮你清清干净了。我从来不想赶尽杀绝，只是做错的事必须有人承担后果。苏曼，你非要把小婷送进监狱，你才甘心是吗？阿姨，是杜小婷自己触犯法律，法院依法判决，和我没有关系。没关系？要不是你次次揪着小事不放，一点旧情不念，她能走到今天这一步？阿姨，庭审所有证据公开透明，造谣毁赛事、破坏商业合作，每一件都是违法行为，法律不会冤枉任何人。什么违法不违法？还不是你们有钱人说了算？你们光鲜亮丽，我女儿一辈子就这么毁了。我从未主动针对任何人，是你们一次次上门闹事、抹黑、构陷，我只是正当维权。正当维权，在你们眼里是维权，在我们家里就是赶尽杀绝。都在笑我家小婷坐牢，你们凭什么笑？小婷从小到大没吃过苦，都是苏曼使她步步紧逼。她凭什么风光？凭什么？我女儿在牢里受苦，她在外面开新店、拿奖、谈恋爱。我不甘心，我不甘心，凭什么？睡不着，一闭眼就是小婷泪流满面的样子。苏曼在笑，所有人都在笑我。杜姐，你这几天脸色太差了，要不要去医院看看？你也帮苏曼说话，你也觉得是我家小婷的错？我没提苏曼啊，我就是关心你身体。你们都一样，看我女儿坐牢了都来踩一脚。当年我家帮苏曼的时候，你们怎么不说话？杜姐，你冷静点，我先回去了。都在骗我，都在骗我，没人真心帮我。是警车来抓我了，苏曼派人来抓我了。你也欺负我，你也帮着苏曼。好，我记住你们了。我要让他也尝尝睡不着、吃不下、被人指指点点的滋味。举报，对，举报他，他的店肯定不干净。只要查他，他就得关门。我们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今日接到平台批量投诉，举报你们工作者存在虚假宣传、婚礼套餐隐形加价、高定花艺以次充好、服务态度恶劣多项问题，我们依法上门现场核查，请你们配合工作。辛苦各位工作人员，我们门店所有经营流程全部合规，我现在全部整理出来供你们核查。您可以逐条核对。我们所有套餐签约前都会明确告知客户全部费用，没有任何隐形消费。每一批花艺物料都有正规溯源单据，开店至今零有效投诉。这么多执法人员上门核查，肯定是店里有问题，不然怎么会被集中举报？本来还觉得他们家设计好看，现在看来风险太大，我们还是换别家稳妥一点。我理解客户的顾虑，也配合所有查流程，麻烦各位工作中员仔细核认。我希望能公开澄清谣言，还门店一个清白。阿姨，这不能随便贴，物业要清理的。你懂什么？苏曼害我女儿坐牢，我要让全小区都知道她的真面目。阿姨，这上面写的都是您一面之词吧？我看过新闻，是您女儿自己违法的。你胡说！你是苏曼派来的，你们都是他的人，他给了你们多少钱？这阿姨精神不太对劲，别惹她，快走。都在监视我，苏曼的眼线到处都是，我不能停，我要继续举报。那怎么天在撞？苏曼，你在笑对不对？你在看我笑话？小婷，妈撑不住了，妈快撑不住了。不行，我不能倒，我要让苏曼付出代价，我们刚刚后台复查发现，今日累计收到同类型举报30余条，所有举报手机号、IP 地址高度重合，全部来自城西同一个老旧小区。而且所有举报文案套路一致，只是简单修改个别措辞，举报时间集中扎堆，属于典型的批量恶意举报特征。我就知道是有人恶意搞事，我们开店一直诚信经营，从来没有任何违规行为。麻烦各位导出全有举报账号的注册信息、登录 IP、手机号归属记录，我会委托律师依法追究对方责任。我们已经锁定举报人活动片区，明天会安排工作人员上门约谈核实，直指这种恶意扰乱营商环境的行为。
所有号码登记地址都集中在城西老旧小区，结合之前庭审旁听的线索，基本可以确定是杜母所为。这些材料全部可以佐证我们合规经营，能直接提交监管局撤销全部虚假举报。对了，市里每年都会举办婚庆行业峰会，想邀请你作为本土原创设计师代表出席。我一直没提，是想等你官司彻底了结，风波落地后再告诉你。现在所有官司尘埃落定，这场峰会刚好是你洗白口碑、稳固行业地位的最佳机会。峰会到场全是酒店负责人和同行，要是能拓展合作，咱们全国喷店计划能推进更快。我们核查到多条12315恶意投诉，手机号全部由你实名办理，批量捏造不实信息属于违规行为。我就是随便填了几条，没想着真的给门店造成麻烦。如果再继续恶意举报，我们会把全部证据移交派出所处理，你自己考虑清楚。我知道了，以后不会再弄了。线上投诉这条路行不通，线下大型行业活动人多，更容易把事情闹大。就算监管帮我们澄清了误会，这2天线上咨询量还是掉得厉害，很多观望客户直接选择了别家婚庆。恶意投诉的负面影响已经扩散，单纯澄清远远不够，必须彻底固定证据，杜交后续骚扰。目前 IP、手机号、片区锁定全部指向杜母，加上监管的现场笔录，恶意干扰经营的事实已经板上打定。不过对方年纪偏大，不懂法，直接起诉处罚力度有限，大概率只会口头警告。起诉不是目的，目的是让他彻底收手。我已经和行业峰会主办方确认，下周的全市婚庆行业峰会照常举办。苏曼，你作为代表的分享席位不变。现在门店口碑刚受冲击，我上台分享，会不会反而让同行抓住把柄议论？越是这种时候越要站出来。你在峰会上公开展示合规经营凭证、获奖作品，就是最有力的口碑翻盘，能直接稳住所有合作方的信心。陆总说的没错，这场峰会是你彻底洗白舆论、稳固行业地位的关键机会。我建议你正常出席，大方亮相。投诉全被驳回，监管还上门警告，果然是有钱能通关系，连公职人员都帮着苏曼说话。线上手段行不通，那我就去人最多、最公开的地方闹。你苏曼不是要上台风光演讲吗？我就让你当着所有同行、领导、媒体的面抬不起头。既然没人替我们说理，那我就自己造势，让所有人都知道苏曼是忘恩负义、逼惨亲戚的狠心人。新品设计理念很成熟，贴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也兼顾了性价比。这次风波流失了不少客户，我希望通过峰会让大家重新认识我们工作室。我已经和主办方沟通完毕，峰会现场增施全程公证录像，安保巡逻点位，所有出入口都会严查随行物品。不用怕，有我在，不会让任何人再打乱你的节奏。就按照我写的字做，做大尺寸，白纸红字，越醒目越好。阿姨，您这内容是控诉别人的，属于私人纠纷横幅，公开拉起容易引发冲突，不建议做。我只是实话实说，我女儿被人逼得坐牢，我讨个公道怎么不行？你只管做，出了问题我自己负责。下周峰会，我就要让全场几百号人都看清苏曼的真面目。我们已经加派10倍安保人手，观众入场2次安检，严禁携带横幅、展板、标语类物品入场，全程多机位录像，重点盯防后排观众席，一旦发现有人闹事，第一时间控制现场，保留完整取证画面，不要造成围观拥堵。我们也提前和现场媒体、公证人员打好招呼，突发情况会立刻协助维持秩序，保证苏曼举事的分享流程顺利进行。我不打人不闹事，我就是要当着所有行业大佬、媒体的面讲真话。你苏曼靠着我家的人情起步，转头就把我女儿送进监狱，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的冷血真面目。原创铸造口碑，初心深耕行业。在本土婚庆行业中，苏曼工作室始终坚守原创底线，合规经营，凭借极致的设计与服务收获业界认可。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本土高定婚庆标杆设计师苏曼上台分享设计初心与行业发展理念。大家好，我是苏曼。深耕婚庆行业多年，我始终坚信，设计的核心是真诚，经营的底线是合规。一路走来，我们坚持原创不抄袭，定价透明不套路，物料绑真不掺假，用心守护每一对新人的婚礼期许。前段时间，门店遭遇恶意抹黑与批量虚假投诉，经历了不小的舆论风波。但我始终相信，合规经营经得起所有截查。
原创初心，经得起所有检验。今天也借此行业平台和各位同行共勉，坚守行业底线，拒绝恶意内卷，坚守诚信经营。太不公平了！我女儿年纪轻轻就坐牢受苦，度日如年。你苏曼踩着我们家的人情上位，风光无限，名利双收，还在这里装清高讲底线。你的底线就是赶尽杀绝，忘恩负义。大家都看清楚，好好看一看台上个道貌岸然的女人。当年我们家省吃俭用接济你母女，帮你熬过最难的日子，你现在发达了有名了，就翻脸无情，硬生生把我亲生女儿逼得走投无路，锒铛入狱。你口口声声合规经营，坚守底线，你的良心在哪里？你就是忘恩负义，仗势欺人。你毁了我女儿一辈子，今天还敢在这里风光演讲，你对得起良心吗？我说的全是实话，就是苏曼狠心逼人，我女儿才会坐牢，她就是靠着无情无义才有今天的名气。大家请看完整官方证据。杜小婷是因多次商业违法、寻衅滋事、破坏赛事秩序，数罪并化入狱，全程依法判决，不存在任何冤屈。阿姨，法院判决公开透明，证据确凿，你女儿的下场是她自己一次次违法闹事造成的，不是苏曼造成的。你线上批量恶意投诉，线下峰会当众闹事，歪曲事实，抹黑他人商誉，已经涉嫌违法。我们全程取证完毕。就算我女儿有错，苏曼就不能网桌一面。她有钱有势，非要赶尽杀绝，就是她狠心。我从来没有赶尽杀绝，前期我多次私下忍让不予追究，是你们一次次得寸进尺。我维权是守底线，不是狠心。刚刚的突发境况，我不做过多辩解，所有司法证据公开可查。做设计、做企业，我始终坚守合规、透明、真诚，问心无愧。苏曼，峰会结束后，我们直接新增8家高端酒店长期合作，文旅集体婚礼的续约合同也敲定了，线上咨询量直接翻倍。杜母恶意投诉、峰会寻衅闹事、名誉侵权的完整证据全部公证求存。我已经发送律师函告知对方，若再有任何骚扰行为，直接依法追责到底。一路走来，你顶住了所有抹黑和风波，始终坚守初心，坦荡做事。这枚戒指不是求婚，是我对你的承诺。我会一直陪着你，护住你的事业和热爱。这段时间最难熬的日子，都是你陪着我撑过来的。有你在，我才敢一直勇往直前。其实我一直想不通，当年的事我早就还清了。小时候我和我妈日子难，杜小婷一家确实接济过我几顿饭，帮我看过几次家门，这份人情我一直记着。从我赚钱开始，我不仅逢年过节上门送礼补贴家用，杜小婷上学买衣服日常开销，我私下帮衬了无数次。包括她婚礼想低价用我的设计，我一开始也打算让步。我早把当年那点微薄的帮助1000倍100倍的还回去了，甚至一直私下包容他们母女的贪心。我从来没有忘恩负义，更没有刻意逼谁，可他们永远觉得我亏欠他们，非要死死纠缠，步步逼逼，毁掉我的事业，抹黑我的人品，不肯给我半分活路。我都知道，我全部看在眼里。你重情情，懂感恩，有底线。你仁至义尽，从来没有任何过错。人心的贪婪和偏执，从来不是你的善良可以填平的。不是你做的不够好，是他们永远不知足。你已经忍让、包容、偿还了无数次，没必要为别人的执念和贪心内耗自己，否定自己。以后不用再独自硬扛，往后的风雨我替你挡，往后的前路我陪你走。你的善良和初心，我会替你好好守护，再也不会让任何人随意践踏。一张律师函就想吓住我，苏曼的口碑是洗白了，可我女儿还在坐牢，这笔账我迟早要跟她算清楚。等我下次见到小婷，我们母女俩再好好合计，总有能扳倒苏曼的办法。小婷，妈试过所有办法了，投诉、闹事、找说法，全都没用。我天天睡不着，闭眼就是你坐牢的样子，睁眼全是苏曼风光的样子，甩都甩不掉。没用，是你办法太笨了，你那些小打小闹根本伤不到他分毫。妈真的尽力了，能试的路子全都试遍了，我也不知道哪里错了。
脑子乱得很，白天黑夜分不清，总有人在耳边跟我说不能放过苏曼，监管、媒体、路人全都偏向他，妈实在没办法了。你别再搞那些举报拉横幅的蠢事儿，只会落得一身错处。他最在意事业，最在意名声，你就盯着他的新品、他的展会筹备找机会，毁掉他最得意的东西，才能真正打垮他。对，你说的对，是我太笨了，他欠我的必须还，谁拦着都不行。我脑子清楚得很，没人能骗我。好，妈听你的，他不让我们好过，我们也绝不让他顺顺利利。苏曼，好消息，我们的参展申请正式通过了。市里年度婚礼艺术展，我们成功入选参展单位，还是重点体推品牌。太好了，筹备了这么久，总算有了结果。这次的山海星河系列，总算有机会让更多人看到。我早就帮你对接好了展会的资源和安保流程，你只管安心打磨作品，其余的琐事我来帮你兜底。他亏欠我们，他忘恩负义，他毁了我女儿，凭什么他风生水起，我家落得家破人亡？杜姐，我看你这几天足不出户，精神恍惚，别总揪着过去的事儿不放，人总要往前看，别把自己熬坏了。你懂什么？我女儿坐牢，仇人风光无限，凭什么让我往前看？你们全都帮着苏曼说话，全都偏心。这个女人早已不是普通的记恨报复，精神状态彻底异常，再这样下去，迟早出事。你别得意，我一定不会让你好过。你欠我们的必须还！你别逼我，我已经够让着你了！你还我女儿，还我公道！这阿姨看着精神不对劲儿啊，自言自语的，太吓人了。看着好可怜，但情绪太不稳定了，别出什么事儿。妈，他不是故意闹事，他是精神状态出了问题，执念压垮了心智。继续这样放任下去，不仅会伤到自己，也容易误伤路人。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呀？我们实在不知道怎么管他。带他去专业的精神科检查一下吧。比起争执对错，现在治病稳住状态才是最重要的。患者长期处于高压怨怼、自我内耗的状态，长期偏执积怨，已经引发重度偏执型精神障碍，情绪极易失控，伴随幻听幻觉，不适合独自居住生活。继续放任会有极大安全隐患。那现在怎么办？建议送入专业疗养院长期静养，专业干预治疗，彻底脱离过往恩怨环境，慢慢修复精神状态。这是目前最稳妥的方式。不是你的错，是他自己被执念困住了，走到今天这一步，是他自己的选择。我从来没想过要逼任何人，我只是想守住自己的底线和生活。没想到一点旧人情，最后演变成这样的结局。往后，终于可以安安稳稳做自己的事了。曼姐，这组作品真的太绝了，比我们之前所有设计都要惊艳。这次艺术展绝对能出圈。这是我沉淀最久的一组作品，没有浮躁，没有纷争，只藏着对爱情、对婚礼最纯粹的期许。我们看过你们的原创设计和合规口碑，非常认可苏曼婚庆工作社的品牌理念，希望能达成长期独家合作，绑定高端婚礼定制业务。非常荣幸，我们会坚持原创，坚守品质，不辜负每一份信任。主办方刚刚联系我，正式邀请你担任本届婚礼艺术展的年度行业推广大使，这是行业对你最大的认可。回头想想，这一路走来真的不容易，被抹黑，被纠缠，被误解，好几次都觉得快要撑不住了。
但你从来没有认输，也从来没有丢掉自己的善良和底线。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其实我最庆幸的，不是最后赢了风波，做好了事业，是每一次我最难的时候，你都在。苏曼，我从第一次见你就对你动了心，看着你坚韧、坦荡、温柔的样子，我就想一直守护你。这一路风雨，我陪你一起扛。往后余生，我不想再只做你的后盾，我想做你的余生，岁岁年年，护你安稳。曼曼，如果以后我们办婚礼，你喜欢什么样的风格？我喜欢山海、星河，温柔治愈的风格，是独属于我们的样子。苏老师，您的这组山海星河系列和市面上流水线的婚礼设计完全不同，温柔又有力量，能简单分享一下创作初衷吗？这组设计我想表达的是历经山海，终遇星河，婚礼从来不是一边杀火彼此见证，我摒弃了浮躁的套路设计，只用纯粹的美学，致敬真诚的爱意。经过行业专家评稳、大众口碑投票、品牌合规多重考核，本年度婚庆行业最佳原创设计金奖得主就是苏曼，让我们掌声恭喜！苏曼老师坚守原创底线，深耕行业初心，用极致设计诠释婚礼美学，是本土婚庆行业最优质的标杆力量。感谢行业的认可，也感谢一路坚守的自己。过往所有风雨都成了我设计路上的底气。未来我会继续坚守原创，深耕品质，做有温度、有初心的婚礼设计。这是专门布置的。你用山海星河设计世间无数浪漫，今天我把整片山海星河都送给你。苏曼，遇见你之前，我以为人生是平淡无味的定式，遇见你之后，我才明白，风雨有人并肩，岁岁有人相伴，才是最好的人生。往后余生，我想替你挡所有风雨，护你所有温柔，陪你奔赴所有热爱。我不想只做你的后盾，我想做你的爱人，你的家人，你的余生。苏曼，嫁给我，好吗？好。以后我要亲手设计一场只属于我们的婚礼，不迎合任何人，只属于我们的爱情。好，全部听你的。你设计的，就是世间最好的婚礼。哇，苏曼，你居然在设计自己的婚礼，也太浪漫了吧！做了这么多别人的婚礼，终于可以亲手设计一场属于自己的浪漫了。没有繁杂奢华的堆切，只用山海、星河、晚风、落日，把我们相遇、相守、并肩前行的所有点滴都融进布景里。这绝对是全城最独一无二、最有温度的婚礼。不管是设计风格、流程细节，还是现场布置，你喜欢的就是最好的，我全权配合。有你支持，所有美好都如约而至。恭喜老板，我们工作社正式成为行业头部品牌，分店即将开业，以后我们就是全国知名的高端定制婚庆品牌了。这是我们所有人一起努力的结果。未来我们继续坚守初心，做好每一场婚礼，不负信任，不负热爱。分店筹备、高端合作、品牌推广，所有琐事我都帮你安排妥当，你不用操心，安心等待婚礼即可。事业顺累，爱人相伴，过往所有风雨都成了铺垫，现在的生活就是我最想要的样子。历经风雨，终遇良人，山海跋涉，终得圆满。两位新人并肩走过低谷，携手奔赴荣光。此刻余生可期，爱意永恒。无论风雨浮沉，我永远是你最坚实的后盾，永远是你最安心的归宿。我曾在泥泞里前行，幸好一路有你，陪我熬过黑暗，陪我奔赴光明。以初心付事业，以余生付爱意，此生无憾。趁阳光好好养根筋，
我们这种上等货，普通人进山再久也寻不到。小弟，前方有野生天麻，品相绝佳，跟我来。姐，你咋知道的？这林子看着都一样啊。嘘，小声点，风向变了，别惊了祸，快过去。姐，这天麻也太好了吧，比恶霸刘老板收的那些垃圾货强10倍。你看这个头，这光泽。这下我们有能拿捏市场的尖货了，再也不用受刘老板的压价牵制了。在这深山里长了这么多年，我这一身精气早不是凡品了。跟我来，还有更大的惊喜。小弟，你闻闻，这风里的味道变了，刚才都是腐叶味，现在多了一股涩涩的土腥气。姐，我啥也没闻出来。天快黑了，咱们回去吧。崖下背阴崩风，土势又肥，最容易长值钱好货。再往前摸100米看看。姐，这是百年野山参，你也太厉害了，真被你找着了。别愣着，去那边帮我看着筐，这老参须根又细又脆，碰断一根品相就毁了，不好往外出卖。等刘老板把价格炒上去，咱们再拿出来卖个好价钱。走过路过不要错过，野生黄金天麻，全场7折，量大从优。刘老板，你这黄精硫磺味太重了，品相也干瘪，再便宜也不敢要啊。天哪！这品相多少年了？各位，这是林家村深山里出的顶级尖货，纯野生，不掺假，不熏硫。林姑娘亲自把关，每株药材都可溯源。林姑娘，这参我出80万，全要了。我出90万，预付款3成。合作愉快。林姑娘，做生意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你把所有奸货都拢在手里，是想逼死我们这些老老实实做买卖的人。刘老板，恶意压价、囤积居贵、硫磺熏药，这也叫老老实实？这批货就是你从各村强买强卖收来的次货，硫磺超标3倍，掺沙增重，吃下去是要人命的。你这种生意，我林小满做不起，也不屑做。刘老板，谢氏集团已经将你的劣质药材样本，连同你的违规证据一并提交给药材协会。你那些毒药材，以后怕是进不了省城任何一家正规药厂了。你敢阴我！省城展销会大捷，林姑娘带回来的订单够咱们全村吃3年，大家的药材有多少收多少，现结现算。小满，多亏了你啊！要不是你，我们那些好货都得烂在手里，被那姓刘的黑心商坑死。乡亲们，以后咱们林家村的规矩不变，采大留小，守山养山。只要咱们手里攥着真东西，就不怕任何歪门邪道。跟着小满干，守山养山。林大老板，我这种植技术还行吧？谢总，种药跟做生意不一样，得慢，得静。根埋深了会烂，埋浅了会干，分寸最重要。林小满，等这批药材成熟，我带你去省城最好的酒楼，咱们好好庆功。庆功不必去酒楼，等药材熟了，咱们就在这片山上煮一锅山菌汤，敬山神，敬乡亲，敬这片养活了我们的土地。小满，第一批仿野生黄精已经出苗了。技术员老周说，品相跟纯野生的不相上下。姐，山下又来了好几辆药厂的采购车，说是要和咱们林家村签明年的长期供货合同。吾不负所托，守山护民，以善立身，以信兴业。如今山林繁茂，乡民安乐，此乃汝之功德，亦是山川之幸。姐，省里的领导亲自来咱们村了，说咱们村是全省的生态致富模范村，还要给你颁发金牌守山人的荣誉奖状呢。奖状只是荣誉，最重要的是咱们守住了这片山，也守住了林家村祖祖辈辈的饭碗。林小满，这是谢氏集团专门为你定制的守山人信物，
从今往后，你不仅是林家村的守山人，也是我心里唯一。谢意，合作愉快。合作愉快，一辈子。守山即守心，万物有灵，取之有度，用之不竭。